今天要介绍的 BD 是这个火烧连营的最终版，称为3000焰炎火的一个 BD 啊，就是利用我们的这个恶意点燃，然后再配上我们的这个燃油榴弹去进行构筑的一个 BD。我们选择的升华职业是我们的猎魔人，与猎魔人有我们的这个100点武器天赋点，它就可以点出2套这个
走得很远的这个点。第一套是用于我们的这个法杖，我陪你无所谓说在录也就视频了。是这个给我们这个烧毁用的，就增加我们这个点燃幅度。所以说我们要点出很多点燃幅度和易燃幅度。然后第二套是给我们这个榴弹用的，点出非常多的这个冷却时间以及这个范围冷却时间范围以及一些伤害啊，也可以，然后点出一些防御面的东西啊，也可以点出一些移速什么的。所以说是有2套这个我陪你无所谓说主播非常讲得真非常好那个简单易懂非常那个不同的这个两套天赋点，所以说非常适合我们这个猎魔人。而且在 0.4 改版的时候呢，猎魔人有这个非常厉害的这个巫术护盾啊，它能承受这个物理混沌以及这个元素伤害啊，就除了不能抵挡一些元素啊，除了不能抵挡一些这个持续伤害外，其他伤害基本上都能抵挡，所以能保证我们大多数的90%可以应对的情况啊。我们可以轻松的把盾升到这个10几 K 啊，再来看一下，可以轻松的把盾冲到这个10几 K。14 K， 要配上我们这个1800的血，所以我们的一击线以及这个生存是比较安全的。然后同时点出我们这个免疫点燃以及这边的免疫中毒，然后按下 C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免疫点燃和免疫中毒，这样在非常大多数情况基本上是非常安全的，只需要注意一些生阳怪的这个混沌地面就可以了。就是为什么要使用这个猎魔人的原因。而且猎魔人的距离这些伤害异常状态的这些辅助这些点也都是比较近的，所以这些可以全吃到。所以说猎魔人玩这一套非常厉害，相比于其他职业需要从上面或者右边左边绕非常远的路走到这边去拿一些榴弹的天赋以及其他点燃幅度的点之外呢，所以说由于我们的出发点非常近所以说非常有优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选择猎魔人去玩这一套 BD。 然后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技能部分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烧毁，这个是武器自带技能，这个是我们的升华的巫术护盾技能，上面这2个就是没什么用的。然后烧毁我们插上点燃3烧灼烈2永恒烈2祭司司法和这个门阀2这个具体的这个技能插法和这个天赋点我会这个把人物的这个链接放在这个评论区的置顶，到时候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这个烧毁不用多说，反正就照着这么插就可以了没有什么那个可以改变的地方，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地方，但是你们可以自己看着情况改，反正基本上这5个技能你插进去就能直接用但是燃油头弹呢，它是有一些不同的插法的我选的是火焰铜条、元素武装和这个元素专注以及这个禁闭地面和这个无氧附件反正前面这3个反正是增加伤害的嘛，对吧？然后元素专注是为了打出这个因为我们火焰伤害比较高嘛，所以你用这个燃油头弹第一段敲在别人身上的时候有可能会点燃，所以说我们要放这个元素专注以及其他所有技能，看都是放上这个元素专注的，所以说要注意就我们的所有技能都要插上这个元素专注，除了这个烧毁以外。前面这3个技能是增加这个技能伤害的，后面这个禁闭地面这个就是我们丢出去之后它这个地面会越扩越大然后最后一个我选择的是无氧符件前面这4个基本上是固定的最后一个为什么要换无氧符件呢？因为有的人说这个只加 40% 的这个效果范围，你为什么不选择那个这个范围扩大2呢这个不是增加15的范围，多你有 5% 嘛？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蓝号是133，当我们换上这个范围扩大的时候它达到了173，多了40点的蓝号。所以为了考虑到我们这个回蓝，所以说我选择了这个无氧附件，少了 5% 的范围，但是
减少了非常多的蓝耗，这样避免我们这个回蓝压力啊。所以说我选的是无氧附件。那大家也可以选择这个投射物、加速什么的，都可以啊。这个是可以看情况改的，这个可以，但是我为了这个范围更大嘛，我选的这个无氧附件。大家可以看着来啊，这个是可以改的。前面这4个基本上是固定的。然后燃油头弹的伤害跟什么有关呢？就我们烧的身上的怪身上的火，跟什么伤害有关呢？跟这油画地面的这里的数值有关。前面的这里我们可以不管它，后面这里可以看这个油画地面的伤害。就是我们火焰伤害主要是跟这个有关。你看它只有3万多，其实它打出来伤害非常非常高，因为它是有一个跟各种各样的东西相乘的。然后这个最后一个那个你也可以，大家也可以换什么多重投射啦，2次启动啦，对不对？但是我不建议大家投出来这个弹比较多，因为对显卡的压力会比较大啊。我当时是把这个换成了这个多重投射，我一次性能丢出来5个然后打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卡。我现在丢出来是3个，因为我们这个主武器嘛，吹尘弩多一个，然后配合我们这个这个再多一个，所以丢出来会有3个。大家可以不点这个，这样丢出来就是2个，其实2个也是非常非常够用的大家可以看着来啊。显卡压力比较大的，我建议大家丢2个，我丢3个我能承受得住，所以我丢3个，因为伤害其实是非常非常够的。这个大家可以看着情况来。然后就是幻影射手一样的放入这个燃油头弹。我这个幻影射手选择的是多重射击、元素专注、承载和这个精密地面这个主要是打 BOSS 的时候，我放这个幻影射手，它会丢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燃油头弹这里多丢几个这个还会2次启动，所以说幻影射手能丢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大家其实也可以把这个2次启动多重射击你把它换成什么加范围的、加投射物速度的，这样你一边打一边滚的时候，你反正滚的时候你会放这个你的好兄弟嘛，你好兄弟也会帮你丢这个燃油，他这样也可以帮你铺地面，铺得更快。封魔武者是我们的一个防御面的东西也要记得给他放一个元素专注，不然他有可能炸一下会把这个怪物点了然后我们带了这个蓝头嘛，100点金魂，然后多了就是幻影射手、封魔武者以及这个无尽怒火之后多了10点，我选的这个回蓝配合我这个药水回蓝药水以及这个清晰，甚至我好像有回蓝的，对，甚至我还有这个回蓝的这个珠宝就使我这个蓝是用不完了。但其实你看我正常现在我是在家里，我有 1.38 秒的冷却，正常我们打图是丢一个滚一下，丢一个滚一下，丢一个滚一下，你看已经能做到基本上无 CD， 然后也非常非常够了，看基本上就是然后够，然后 CD 也够，就能保持这种一直一边投一边跑的这种情况那你的就能证明你的 CD 你的蓝耗是足够保持你这种一直前进和一直丢的状态，这样就可以了，这样 CD 也够，蓝耗也够就 OK 紧急时刻是放在572的虽然说我不怎么切572这个571我571用的是这个法弹，572用的是这个头弹它是放在571的这个紧急时刻反正我不怎么切571，反正有时候那个我们被什么诅咒啦、减速啦什么可以选择切571，等它这个触发，但是好像有 bug， 我每次切过来好像不好使所以有时候如果你被减速了或者紧急情况，就 ESC 返回决策页面，然后再回来身上所有的负面状态都会清除并且呢盾也会回复这是一个小技巧。然后就是我们的迫击炮一样的，放它这个燃油头弹多重射击承载，还要放一个应急图腾。为什么放这个应急图腾？因为应急图腾能让我们迫击炮放得更快，虽然说我也不怎么用它，但是我们碰到一些这个
碰到一些这个地面的时候，就碰到一些减 CD 的情况，因为我们现在是 1.38 秒的 CD， 但是有些地图会减那个总 CD 的，你放排气，这个时候你的燃油可能2点多秒的 CD 可能会不够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择放这个马可说王迫击炮。为啥我的怒火触发不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放这个迫击炮，去帮助你这个进行投弹，因为你放上这个应急图腾3之后，你的迫击炮就会释放就比较快。如果你不放这个图腾的话，你迫击炮的放就会放的比较慢，可能会卡手。然后元素要害其实是可以拿下来的，现在，因为我不怎么使用这个元素要害，因为我们现在把这个火焰伤害全部转成这个混沌伤害了，所以说用不上。但是我还是需要他帮我撑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红色宝石的数量，因为我们红色宝石数量要是最多的情况之下，它才可以免一点啊，这种时候才会免一点啊，所以我需要他帮我撑这个红色数量。现在虽然现在我们看起来是21个红色宝石，但是其实它是要减掉一些宝石数量的。就好像这个571，你用572的时候，它这个日耀球它是不算的。所以说你要时刻保持你自己是有一个免疫点燃的状态。所以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元素放下来，有时候就会无法免疫点燃，但是我现在是够的，因为我后期反正又塞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红色宝石进去了实际上是可以不要这个元素要害的，你可以放一些其他技能去撑你这个宝石的数量，非常重要。我当时是什么情况来的？我有点忘了，因为是这个还是这个我反正是需要这个宝石的数量，所以我插了这个。王哥，为啥我的怒火触发不了？一会儿帮你解答，我这边在那个录视频Mzack 马可说你带的生成怒气吗？对。然后就是毒气投弹其实这个也可以不用带的，为什么要带呢？因为我们有个点这边对中毒的敌人增加这个燃烧幅度和这个主要是这个点，但实际上我都不怎么放这个燃气榴弹了主要原因也是为了撑这个技能数量，因为我们这个有一个这个宝石爱好者，他需要这个红色、蓝色、绿色都为10，他3个才会都加如果你有一项没有的话，他有一项就会少。就好像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你看我的敏捷刚好是10颗，你看是有毒气投弹去提供的这个10颗，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是能获得这个移速不然我们就获不得这个移速所以说这2个相当于都是那个撑那个技能数量的，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然后无尽怒火，这个是100金魂的无尽怒火，当你开了这个的时候，就会一直保持我们的渗透状态，渗透点能吃满，能增加我们的这个伤害。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燃油投弹是32000嘛，你看我把这个无尽怒火关掉关掉之后，它会慢慢的降这个渗透的点数会慢慢降这个渗透点数。当它降到0之后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燃油投弹，看它就变成24000。那我们再24000，我再把这个无尽怒火打开，那我们来看，就会随着怒气的增长，这个伤害会得到增长，24000到了32000，非常非常厉害。所以为什么要开这个无尽怒火呢？为了增加我们的燃油投弹的伤害，厉害。因为这个金魂头给我们提供了100金魂，非常非常的好用。但是大家如果伤害够的话呢，也可以不开这个无尽怒火，这样你就可以多100金魂去开什么呢？开紧急时刻，甚至再开一个诅咒光环，对不对？你可以紧急时刻加诅咒光环，让附近的怪变慢，并且还让你解除诅咒，那种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当你伤害够的时候，对不对？因为我们这套 BD 是不缺伤害的，就是如果你伤害够，可以测试一下，
去打各种各样的地图，不开无尽怒火，如果伤害够，那 OK， 你可以选择开这个紧急时刻，再加上诅咒光环，也是非常棒的选择。这个自由度非常高，大家可以自己改啊，都可以的。然后技能方面大概就这些，然后就是我们的装备方面。首先我们介绍我们的武器，对吧？就是这个，反正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火烧联营专用的这个暗金法杖，咱买了就可以了，也非常便宜啊。大家可以打2个孔，插什么法术伤害增加什么都可以，反正我就拿过来直接用了，不缺伤害，对吧？那武器2一定要买我们的摧城弩，也就是工程师这种。然后我们需要的前缀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火焰点伤，需要物理伤害，对吧？非常多，火焰点伤、物理点伤、增加物理伤害，这3条是最棒的。但是如果有时候大家买不到特别好的弩怎么办呢？可以这么选择，可以选择火焰点伤，额外火焰伤害，再加物理伤害增加。但是这种单独物点出现的情况啊，尽量避免这种单独只有物理点伤出现的情况，因为单独的物理点伤出现了，它的加成其实非常非常低啊。要么就是它和增加物理百分比伤害一起出现，要么就是只有这个增加百分比的物理伤害啊，这样都是可以的。但是尽量避免这种物理点伤单独出现的情况啊。要么是这3条，要么是怎么呢？要么是火焰点伤，配上这个增加物理百分比伤害，再配上一条这个额外火焰伤害，也是 OK 的，这种弩可以买过来自己做，也比较简单。后缀怎么选择呢？选择一个技能加5啊，再来一条猛攻。这个我猛攻我没打啊，我可以现在打，现场打。这个细节大家还是要去注意一下的。这个就是猛攻，技能加5在左边，猛攻在右边。这个就是我们后缀要求的。猛攻没有货，意味着是思想服务。直接买一下猛攻，直接右键点上去，拿下的右键点上去 ，OK。猛攻加5，另外一条啊，有实力的可以选择这个2次启动。2次启动怎么上呢？来到我们的编年史，只对战弩。就是这个榴弹有多少的2次启动，将我们这个燃油头弹丢出去，它就会有多少概率再爆一次，也等于是增加这个我们的伤害。阿姆纳姆，你选择阿姆纳姆再加后缀啊，直接去亵渎，必出这个榴弹2次启动啊。但是啊，鉴于这个大家的硬件可能不是很好啊，硬件不好的同学可以不选择这个，因为榴弹这个燃油多了之后会非常非常的卡，兄弟们，所以说这个还是就硬件不好的兄弟们不要选择这个2次启动了，就像我一样，就前缀，反正我这把弩是自己做的嘛，反正前缀也比较一般，但是也非常够用了，像我这样就够用了，就已经基本上是秒天秒地了。武器就讲完了，我讲我们的手套，选择什么呢？选择护甲爆高的，一定要选择护甲非常非常高的啊，500、600、700、800都可以。然后点出这个点，这样这个点是干嘛用的吗？每一个护甲，每一点护甲手套啊，就能加一点这个闪避，等于是这个手套给我们提供了800点护甲和800点闪避，所以非常厉害。前缀找护甲，后缀找抗性加这个3维的啊，都可以啊，或者加攻速的提升手感也 OK。反正抗性大家一定要补满，尽量补到3抗满和这个混沌满啊，尽量啊，混沌最好也是50以上啊，这个是硬性要求。然后头选择我们的这个大家叫蓝头啊，但是我也不清楚为什么蓝头上会有2个角啊，蓝头鹿头，反正惊魂头啊，反正叫法很多。
反正加100金魂的就可以，对吧？其他随意一点，也可以选择打双孔啊，自己挖个双孔或者买个双孔的，这样能减轻我们的抗性的压力啊。可以插抗性宝石和混沌抗，或者插这个加怒火加4的这个都可以。然后就是我们的西里的战衣，就是我们这个猎魔人最终的毕业衣服，非常厉害。他在我们这个未被击中的时候，会我们那么闪避总值加倍，所以说你看，我现在就会有4万多的闪避，有10几 K 的盾，非常厉害这个衣服。虽然说这一条额外冰冷伤害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用，因为我们吃不到这个冰冷伤害加成啊，这个比例啊，但是有这个双倍闪避，再加上这个啊闪避值高就可以。我这个自己挖了一下，挖出了266啊，牛逼啊，兄弟们牛逼啊！然后我就有这个14K 的盾啊，14K 的盾，切换一下14K 的盾，非常棒，非常棒。然后就是我们的戒指啊，戒指我们选的这个3000焰炎火啊，这个最关键的部位啊，这个让我们的火焰从红色变成紫色，紫色就是变成了混沌伤害，能增加50的点燃幅度，并且让我们的火焰变成紫色，3000焰炎火，大家可以拿去，反正这个戒指很便宜嘛，大家可以买过去挖呀、双挖呀，去挖出这个3维啦，元素抗啦。可以各种操作，反正他那个搞点有用的词句，你看我就整了一仓库这个就加这个3维的，加技能速度的，这个甚至有这种加稀有度的都可以，非常好用，非常好用。大家也可以不带这个不带这个打起来不会那么卡，带这个打起来可能会有点卡，因为多了一个紫色特效，会有点卡。我不带的时候也不怎么卡，带的时候有一点点小卡，兄弟们，这个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啊。然后另一边就是我们选择什么呢？选择火焰点伤加火焰伤害，这2条是最好是都有，火焰伤害加火焰点伤最好是有。另外一条可以选择什么呢？可以选择闪避，可以选择生命值，可以选择最大魔力值最大魔力其实无所谓也可以选择物理点伤都可以另一条选择比较比较多然后后缀选什么呢？反正是抗性、元素抗、混沌抗、3维甚至是稀有度都 OK，尽量大家去装备上面能找3维的找一点3维因为我们这个无论是这个烧毁的高技能等级，还是这个西里战衣的敏捷，对吧？还是这个无尽怒火的高等级，它都是需要一些3维去支撑的，无论对我们的力量、敏捷还是智慧来说都是有点压力的，所以说大家还是尽量去找一找这个3维你看你看我这个戒指有3维，对吧？手套有3维，然后所以说我这里2个找了3维，甚至是我的这个项链都找了一条3维，我是找了3条3维，这3个装备，所以说我们的3维还是有点压力的，尽量还是能找3维找点3维，兄弟们。然后戒指衣服头然后我们现在找一下我们的腰带，腰带后缀反正找抗性，对吧？如果有那个抗性补满了，可以找一条力量，因为腰带的后缀是可以找力量的。前缀找什么呢？最好找护甲和生命值千万不要找这个荆棘伤害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一定要找这个护甲和生命值最好都能增加我们这个生存的。然后鞋子找这个纯闪避的鞋子，要找一条这个偏转，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闪避尽量高，移速尽量高，有偏转，然后另外2条不抗性有双孔更好，非常棒这个是这种鞋子。然后就是我们的项链，项链非常简单闪避、传愈、防御加身体护甲的闪避值增加，加一个投射物等级，这4条必须有。另外2条可以找3维和抗性，非常重要。这种项链是可以自己做出来的，也比较好做如果
有需求的话，大家可以多在那个评论区留言啊。我看到如果那个想知道怎么做的人多的话，我会单独再发一个视频啊。这个项链是比较好做的，可以自己比较容易做出来的。反正闪避、全域防御、防避值增加、投入5+3，这4条必须有。另外2条找三维和这个抗性啊。涂油我们涂野兽皮肤啊，这个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涂油啊，在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涂什么呢？也可以涂这里，让我们的这个点燃伤害加快啊，就是让我们的伤害更高嘛，伤害生效更快嘛，也可以涂这里。反正我选的是生存，因为我觉得我伤害非常够，所以我选择了野兽皮肤。然后这里是一个无根之源，狂热者的誓言的无根之源啊。我们过来把这个5个点点上，就选择这个无根之源就好了。这是比较棒的这个无根之源，能吃到5个点，非常棒。然后最好的是什么呢？再找一个妄想阵啊，把这个点出来啊，这是最棒的。妄想阵去拿这个啊，点燃幅度非常棒。然后咒符我们选择这个被混沌伤害打中的时候触发啊，然后被冰冻的时候触发啊，被流血的时候触发啊，越中毒和点燃我们都已经免疫了嘛，对吧？我们选择这3个。右边可以选择这个啊，这个暗金药水能让我们一直回蓝，然后你甚至可以再点出这个点，对吧？增加我们的伤害，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蓝一直处于这个高回复的状态。你可以一直丢这个啊，蓝也是非常非常够的，看足够我们支撑我们这个一直丢流弹的这个蓝，所以非常棒。这个暗金药水对我们来说非常棒。左边大家可以找这个高恢复量的，或者找力回的，或者买一个这个非常贵的这个暗金药水啊，都可以啊。至此我们的装备就讲完了，然后技能也讲完了啊。天赋点反正到时候去抄，无根之源选这个，然后升华点我不建议点这个啊，当时我是点了这个，然后去爆炸，然后爆炸好像爆到会触发点燃还是怎么样，反正让我的点燃伤害更低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啊。大家有空的可以去尝试一下，去点出这个神圣兽强爆炸，好像会触发点燃什么的。反正当时点了这个之后爆炸，我明显感觉我这个点燃伤害低了，所以可能跟这个有关，但是我没有认真去测试，这个有待商榷。大家如果有科研精神的去点出来，然后去测试一下，这个是否是物理伤害爆炸触发了一个这个点燃，然后导致覆盖了我们这个烧毁啊，有可能，大家自行测试。我反正是点了这个冷却和范围效果，因为这2个对我们没有用，没有用。然后天赋点我反正大概讲一下，反正技能1是我们的法杖嘛，找这个点燃幅度啊，火焰伤害易燃幅度，把这边一拿，对吧？然后包括这里这火焰穿透易燃幅度啊，火焰伤害，包括这里这个点燃速度，什么易燃幅度，我这里也拿了。然后这里伤害型异常状态啊，就是包括这个点燃流血中毒，这里征服啊，就是点燃征服嘛，这里4个点，包括这里这个易燃幅度、燃幅度，包括这里这个伤害异常类型加速，包括这里伤害异常类型幅度，这里包括这里点燃幅度啊，包括这里异常状态类型征服，反正能拿的全拿上啊，非常吃香，就点走的非常远，幅度非常大，得益于我们这个100点的这个武器套装天赋，所以非常棒。老572，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推神弩，
我去找什么呢？护甲闪避，然后减 CD， 减 CD， 范围，这边是伤害，这边是伤害，这个是范围，这个是伤害。这里一圈是榴弹相关的，榴弹的 CD， 榴弹的范围，榴弹的次数，移动速度，榴弹的引爆时间，榴弹的伤害，包括这里减 CD。后续如果再升2级，我会把这个减 CD 也点上，或者我可能会点伤害、点范围都不一定。现在是多了一个点，我先点了 CD。这边是免疫中毒，因为头盔是闪避的嘛，所以说它是免疫中毒。包括这里是加这个护甲闪避的，包括这个是增加这个眩晕门槛的。然后这边是范围，是伤害，包括这一圈是榴弹相关的伤害 CD。 点出了这个能减少40的冷却，但是会减少80的伤害，但是我们不缺伤害，对吧？开了无尽怒火，觉得 CD 非常重要，因为我不想我打的时候卡手，所以我点上这个。包括这里手套嘛，1点护甲就是1点闪避，点上。包括这里移速、最大魔力、生命值非常喜欢。包括这里免疫点燃，点去这里2次启动，对吧？点出这里就配合我们的暗金药水加伤害。包括这里减 CD 和这个技能持续时间。包括这里未被击中的时候这样100%的闪避值，配合我们的洗礼衣服，轻松达到10几 K 的这个盾量，非常厉害。包括这里加伤害，包括这里加移速加闪避，包括这里加闪避加偏转，包括这里加伤害，这个点加移速。 OK， 这就是我们一套这个猎魔人的这个天赋的大概走向。反正到时候你们看我的那个人物链接就可以了。好，天赋也讲完了，基本上就这样了然后刷个图试一下，就跟大家说一下大概是怎么个刷图方式。因为我们这个烧毁使用烧毁这个技能是需要这个，你看现在是技能无法使用，看你点右键没有用，他说需要透过任何消耗技能的魔力来获得燃料。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什么呢？你就一直原地放这个元素要害烧毁这里会有个圈圈，你看圈圈大概走满了吗？走满了，我就往前走，触发记录点了，满蓝了，烧毁的时间满了。这个什么呢？左键点地面，先丢燃油，出来怪兽右键烧毁它，这个就启动了。这个时候你叫左键往前丢，往前滚，左键往前丢，往前滚，就一起走，这火焰就跟着就过来了。经过，反正我们的肉盾够厚嘛，反正它这个燃油就会跟过来，碰到的怪就会变成紫色的火焰，有3000焰炎火，反正烧到就死。然后反正只要注意一些深渊的这些点，深渊的那个混沌地面，其他基本上都可以伤害无视。因为我们的闪避只有80，非常非常的高，盾有14K， 所以你只需要注意一些持续伤害。所以其他的小怪的伤害基本上都是无视的。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如果中间火断了怎么办呢？像这种情况，先不扔啊。这种情况火断了怎么办呢？不对，还没断。因为我们的榴弹范围非常大，丢完之后它会慢慢扩大，它会延伸过来。看着现在没过来可能碰到一点火，它就自己延伸过来。像这种情况就是断这个火了嘛？怎么办呢？你就往那丢，随便找只小怪当火种，右键去烧它，小怪一点燃照样启动。就如果你断火了就这么整就可以了。其他情况就一直丢往前滚，反正被怪打2下14K 的盾随便他打了，只要不是被深渊怪围住吃到那个混沌地面伤害，基本上都是无忧的。你像这个地图我们被减少了这个38的这个时间恢复速度，我们的燃油就是有2点多秒的 CD， 但是还是非常够用。
不够用怎么办呢？反正放这个迫击炮，或者放空格喊你兄弟，都可以帮你丢这个燃油。啊，又断火了，又僵硬一下。然后有时候你会发现你这个盾啊变得非常非常低，是什么情况呢？是因为洗礼这个是会被击中嘛，闪避方倍。如果你最近被击中了啊，实际上它的盾不会马上减，但是如果你被击中了之后呢，你在这个时候去切武器了，你看这个时候你去切武器了，它会切武器的一瞬间，它会重新计算你身体上的这个闪避值，从而去计算这个护盾。所以说你最近如果被打了，先被他打，被打了，我们打我有点慢了，被打了654321啊，你这个时候就切，你的盾就会变得非常低。怎么避免这个情况呢？你就不要在654的时候再切，你可能在2的时候再切就没有关系啊。就像我们这种情况，我先让他被打我一下，看，这样就是被打6543。啊，你在2的时候切就 OK 没事，看盾还是这么多，因为你在切的一瞬间啊，切武器的瞬间，它会重新计算你身体上的这个闪避值去计算这个护盾，所以说怎么避免这个一切护盾就盾掉的非常低呢？你要掌握一下这个切盾的时机，654，在2的时候切就 OK 没问题，不让他被打一下，你在654。在5的时候切，哎，你就会发现自己盾会变得非常非常低。这个就是洗礼的这一条这个触发的这个机制啊。其他时候，如果你变成这个低怎么办呢？你就按 X 再切一下，去重新去计算你身上这个闪避值。哎，这个时候你又发现又变成14K 了。但是你如果直接被打，你这个是不会掉的，因为它不会，你只要不切武器，它就不会重新计算你身上的闪避值。它就按照你这个之前的闪避值去计算，你的盾就是一直保持在那个盾量非常高的情况。哎，你就被他打了，就这样被他打，盾被打它会重新计算 CD， 但你的盾不会掉非常多，就这样一直被他打就可以了。我先让他被我打一会儿。当特别危急的情况怎么办呢？就当你摔倒或者盾量非常低的时候，就像这种情况 ，ESC 返回角色。这样只有600的盾嘛，对吧？ ESC 返回角色，把它进来。OK， 你的盾又变成了10K， 刷新你的盾，非常非常的变态啊！这个就是机制啊，兄弟们啊！反正先讲这么多。反正这个是一个洗礼配合我们的闪避的一个这个原理啊，就保持。你要切盾切武器，我们也是要看时机的啊！就讲这么多，拜拜啊，拜拜。